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泥和汉堡，今天给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车未来》第7季第23集。这一集主要讲了弗赖在梦境里寻找奇怪声音的故事。3013年3月2日，宇宙中突然出现一架外星飞船，飞船不断向地球靠近，还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，这声音的威力足以毁灭一个星球。星际快递公司教授修好了自己的助听器，然后他也听到了这个声音。弗赖觉得这个声音听着真耳熟，不过这既不是基里太美，也不是野狼迪斯科啊。他看向赫米斯，赫米斯表示别看我也不知道，可我有一个朋友能知道，他就是音乐雷达。说完就拿出秘密武器，对着他哼出了旋律。音乐雷达说：“你这哼的是什么鬼？简直就是鬼哭狼嚎，我再也受不了了，再见。”果然是31世纪的高科技，这么傲娇，奇怪的声音还在继续。弗赖只知道抱怨。聪明的教授已经找到旋律的来源，原来外星飞船不断发出声音，只是为了交流。那他们为什么不像普通人一样用思维追呢？只有你们用好吧？还是赫米斯提出了关键问题，那帮外星人到底想问什么？旋律又有什么含义？教授表示这还不明显吗？不明显啊！哎，我还以为很明显呢。反正不管是什么意思，总之得尽快搞清楚，因为那艘飞船2周后就要到达地球了。众人大惊，班德说开得真慢啊！弗赖认为自己一定在哪里听过这段旋律，但就是不记得了。果然是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好使。教授表示，既然你这么肯定，那我们就来看看你脑子里的记忆吧。经过一番扫描，结果真的在弗赖的脑中找到了这段旋律，就是他掉进冷冻舱的那一晚。尼普勒说，那一晚他也在地球上，在执行确保弗赖会被传送到未来的任务。不过他怎么不记得听过这旋律？不管你听没听过，反正弗赖是听到了，但那都是1000年前的事情了，记忆只能存在于大脑中，他再也回不去了。可教授是什么人啊？只要他想做的，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。他立马叫艾米准备头戴式辐射造梦机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只要弗赖进入梦境，他就可以重演1999年12月31日那天的事情，而其余的人在屏幕上观看直播就好了。既然是直播，那梦里我会穿裤子吗？不会，必须要穿上这个梦梦裤才行。什么梦梦裤？不就是纸尿裤吗？废话少说，先干正事吧。一针下去，弗赖很快进入梦境，回到熟悉的狗窝，看见熟悉的小乌龟，熟悉的墨西哥玉米卷，还有熟悉的女友。来到大街上，弗赖牢记自己的使命，对所有声音都特别敏感，但就是没有听到那段奇怪的旋律。他看见一个脱衣舞俱乐部，弗赖高兴地跑进去，但里面真是干净的可以啊！教授咆哮：“你这个大傻子，你从来没进去过，怎么可能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？这是你记忆里的梦境，不是现实。”弗赖难过的出去，心想：这么没意思的梦境，还不如让冰淇淋车撞。一声惊呼，他从梦里醒了过来，看来需要来点咖啡啊。赫米斯说，你需要的不是咖啡，而是火鸡大餐，你得回到梦境中去。为什么？飞船不是还有2周才到吗？没错，你已经睡了整整13天半了。莉拉说完，公司开始摇晃，外面已经一片混乱，大地也开始破裂，外星飞船离地球越来越近了，连埃菲尔铁塔都倒了，情况紧急。弗赖却不想再回到梦境，因为他不想跟疯癫的家人待在一起，那样还不如直接解剖他的大脑。教授可不管这些，直接给他的脖子来了一阵。弗赖又来到梦境，回到曾经熟悉的家庭，刚走进门，兄弟就给了他一个亲密的拥抱。疯癫老爸在沙发上看报，老妈还是那么马虎。看着弗赖想轻浮，完全忘记了找旋律。教授忍不住提醒他，没想到家人也能听见教授的声音，而且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在梦里，梦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可能发生，比如狗也能在沙发上翘着2郎腿喝着美酒。弗赖心安理得地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，根本不去找旋律。晚饭后，他该上班了，但他宁愿丢掉工作，也不愿意和家人分开，特别是妈妈，他有好多话想跟她说。这时，莉拉来了，教授让他来结束这段美好时光。弗赖恳求他，让他再跟妈妈多待一会儿，但莉拉表示她并不是你的妈妈，她只是梦境中的一部分，那也已经很好了。莉拉妥协，弗赖再次来到妈妈身边，想对她说些什么，但其他的小伙伴又来了，弗赖只好把妈妈带到一旁。他说：“妈妈，听着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但我将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有很多话我想对你说，但我没能说出口。”弗赖再次被打断，这次来的不仅是教授，还有尼格松。看来危机已经到达最高程度，众人最终将弗赖和家人分开。他不甘心，冲破阻拦，打开家门，但家中一片空白，像白纸一样。原来在以前晚上10点以后，他从来没在家里出现过。弗赖捶地痛哭，没有什么比离开家人更让人难过了吧？如果有，那就是世界毁灭。不过世界是真的要毁灭了，他们得赶紧找到旋律。回到现实，众人来到披萨店，画面回到第1集，弗赖在店里拿上披萨，骑着自行车
车去送外卖，路上他会遇见前女友把他给甩了。虽然一切都已经发生过，但大家还是尽情的配合出演。终于来到冷冻室，弗莱觉得没戏了，因为在掉进冷冻室之前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尼普勒却表示不是这样，那晚他也在这里，以确保弗莱能掉进冷冻舱。正说着，门外的世界就开始崩塌。如果再不找到旋律，想到解决的办法，他们就都要领盒饭了。但作为一名合格的演员，弗莱还是把戏演到了最后一步。尼普勒也按照剧本完成任务。就在他掉进冷冻舱的最后1秒，总算完成使命，大家从梦里醒来，来到虚神莫尔山，地球的命运都掌握在弗莱的手中了。一旦外星人再发出那个奇怪的旋律，他就用在梦中记下的旋律给他们回应。众人都捏了一把汗，毕竟弗莱很少靠谱一回。旋律再次响起，弗莱不慌不忙地按下钢琴键，飞船着陆，可怎么跟想的不一样？里面走出来一个生物，他是尼普勒的私人司机。莉拉看不懂了，司机回答：“我根本没想毁灭地球，只是在找1000年前遗失在地球上的飞船。”原来那晚他送尼普勒来到地球完成任务。在尼普勒弄翻弗莱椅子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忘记锁飞船了，于是然后他们就去喝了一点小酒，结果不小心喝了个烂醉如泥，飞船钥匙也掉进了下水道，他们只好打车回去，飞船也就留在了地球上。后来老板又给了司机一把备用钥匙，然后他就一个星球一个星球的寻找飞船，而那奇怪的旋律不过是飞船遥控锁的声音。说着又演示了一遍。弗莱忍无可忍，感情你们一个遥控锁就能毁灭世界？他带着2人来到天台，还修好了飞船。司机终于如愿离开。尼普勒决定想个法子报答他。弗莱表示谢谢，但我真心想要的你们给不了，那可不一定。晚上，弗莱又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他再次回到家中，还见到了想见的人。但在自己的梦里和妈妈谈话有什么用？可这根本不是他的梦，而是妈妈的梦。这就是尼普勒对他的报答。母子2人终于能坐下来好好说句话。妈妈表示，自从他消失后，他就经常梦见他。刚才弗莱还有千言万语想对他说，但是在这一刻，似乎什么话都比不上一个拥抱重要。弗莱一直以为没有人在乎自己，就算他辛苦工作，被人抛弃，甚至是消失，家人也对他不闻不问。但哪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？在妈妈的梦里，他终于明白，爱从未离开过自己。一场乌龙事件让他找回了家庭的温暖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总是在失去。小时候可能是失去糖果，长大后可能是失去青春，甚至是更多的东西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但失去的东西也越来越多。真正的长大不是长大了就好了，而是即使是长大了，懂得世间所有的痛苦，也能在遇到困难时坦然面对，而不是崩溃。曾经轻轻松松就可以触及得到的东西，现在却永永远远都无法再触及。尽管有时候它近在咫尺，但却仿佛远在天边。我想这大概就是遗憾吧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遗憾。弗莱的遗憾可能是家人，但是他最后还是没有对妈妈说出心中的话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不要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我是曹妮妮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